Hello， 大家好，我是栗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个开头是补录的，然后现在是星期五。不过这一支影片会带大家看我在澳洲礼拜一到礼拜四的生活，是澳洲留学的上集，算是沉浸式的带大家体验。每天我都会有一些小小的片段，然后跟大家分享澳洲的一些校园，然后还有上课的一些状态。在每一天的就是最后都会有一个像我这样坐在这里跟大家说话的一个小节，希望让大家对澳洲的留学可以有更多的一些了解。我这个影片的受众可能是就是现在在高中，然后可能之后也要来读澳洲大学的就是朋友们，或是给爸爸妈妈有兴趣想要看小孩在澳洲读大学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也是才刚来，我现在目前是大一下，然后我是在台湾6月高中毕业，然后2025年的7月就来这里上学，然后现在2026的3月，现在是刚开始上学期的第2周，所以希望让大家对澳洲留学有更深的一些了解。毕竟我回去的时候有同学问我说是不是就很多舞会啊什么的，那是偶尔啦，就偶尔可能一学期有个5只手指头以内的数字。因为生活还是生活，学习还是学习，而且出来生活我个人觉得是蛮不容易的。不过就带大家看我这礼拜一到礼拜四是如何生活的吧。 Let's start。 星期一就用美食来做开头，等等去上数学课。这一家我蛮常来的，打完折之后大概270块台币左右，折扣的 App 我星期三再跟大家分享。上完课之后又开始处理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回来煮个汤，弄个青菜，顺便吃点水果，因为等等还要去宿舍的活动。其实活动人不是很多，但我个人觉得这种小小的活动反而很有澳洲留学的感觉。活动回来后，我亚马逊的包裹也收到啦，太开心了！我终于有储存热水的水壶，因为本来的热水壶不会保温，所以我特别再订购了一个。身为留学生，这都是日常中的小确幸。我们明天见。美好的星期二从11点的 seminar 开始。澳洲的课堂其实有好几种不同的形式，像是 lecture、tutorial、seminar 还有 lab， 每种课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 lecture 跟 seminar 的差别感觉没有到很多，但 seminar 有更多的讨论。不过因为这种课程大部分都有录影可以看，所以其实很多人就不一定会来到现场。这一家也是我在学校蛮常吃的餐厅，我基本上都点2个菜，大概是15块澳币左右。不过口味其实偏咸，我大部分都会跟姐姐说不要加酱。想要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天坎培拉温差颇大，就是星期一、星期二大概是20度左右，但星期三就会变28度，然后后面几天也都是29度啊，或者至少都26度以上，大概至少会持续1个礼拜。然后它这里的天气有时候都让我觉得很神奇。火灾警报又响了，我看起来脸超臭的跑下去，因为那是那一天的第2次了。第一次是早上7点，大家都穿着睡衣下去，我本来想说回去再睡一下，结果10点又响一次，所以我最后决定直接吃饭。现在已经到礼拜3了，我礼拜一吃的那家跟今天都是一样的 Tomo。我自己很常用 Eat Club， 因为市中心的餐厅都会打折。而且像是墨尔本、雪梨也都有很多地方用得到哦，所以我认真蛮推荐下载的。而且打完折之后，突然觉得在澳洲吃东西跟台北是一个钱。目前正要走路去数学 workshop。老实说，这个 workshop 其实跟 tutorial 的形式很像，就是大家在那边一起讨论，一起写数学，好多人站在黑板前思考数学的问题。然而像是我的 finance workshop， 它比较像是老师在前面讲解题目给我们听，
不过很多时候这种小堂课的名称会有重叠。目前正准备要去觅食咯，等等要参加教会的小组，一起进行 Bible Study。老实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部分的同学都是澳洲本地人，讲话语速超快，我有一点点跟不上。老实说，我自己来澳洲之后，会觉得在2月入学，在交朋友这件事上，比7月入学还要更有优势一点。因为2月比较像是本地生正式入学的时间，整个迎新的活动以及对于新生的介绍会比较完整，也会更多的接触到澳洲当地的学生。然后来到澳洲之后，我也深刻的感受到，在澳洲生活，英文能力因为很重要，真的是比想象中还要重要。我来之前一直对于自己的英文能力都保持着算是有信心的一个状态，因为不论是之前的雅思或是学测，我个人的表现我自己是满意的。但是真的来到这里之后，发现能上课跟能不能非常自然的融入进去大家的对话，使用英文跟大家交朋友，深度的聊天完全是两回事。像是我这次去 Bible Study 的时候就特别有这种感觉。当天是我第一天参加 Bible Study， 过程中是大家一人念一段圣经，然后小组长也会请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不过老实说，我那时候真的压力山大，因为要一边用英文听大家的分享，然后也要一边不断思考自己需要讲什么，真的很像是一个坏掉的 ChatGPT， 脑袋一直在转，一直 thinking， 但是出不出答案，像是一个热当的电脑。但我也认真觉得，来澳洲之后参加各式各样的社团，或是教会小组，或是宿舍活动，其实都非常值得去体验。我会觉得，其实来这边不一定一直要想着要融入大家，有时候光是透过这些过程去了解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真的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了。星期3准备结束咯，我们马上跳到星期4，煎牛排。这是我在澳洲才学会的特殊技能，因为我本来是从来不会煮饭，但是为了要生活下去，所以这真的也是留学生的日常。吃饱喝足之后，准备又要上一堂 finance 的 tutorial， 但其实在 tutorial 之前我有一个 lecture， 但是没有去上到。不过那一天 tutorial 有一个蛮突然的小活动，老师让我们抽纸条，然后照着上面的内容去找相对应的人，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破冰环节。虽然这个活动结束之后也不会真的跟谁变熟，但我认为是蛮有趣的，至少这个 tutorial 有一点互动感。然后这一天也快要结束了，我们等等用拉面做个结尾。谢谢看到影片这边的你，如果你喜欢这种留学生活的记录，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小铃铛哦。我们下次见。